有海象路就是战舰上岸，扎夫特陆上战舰设定解析，从沙漠走向全地形的跨越。机动战士高达系设定解说，雷塞布级陆地战舰是扎夫特在空降地球了以后，为了适应在陆地沙漠环境作战而开发的一款大型陆地战舰。该型陆地战舰全长有250米，其体积大小与水面舰艇里的2栖攻击舰相当，所使用的动力是专门在陆地上机动使用的鳞片引擎。其原理是通过机械鳞片的震动使周围的土壤软化，来使雷塞布级像海军的水面舰艇那样在大海中航行。但在造型上，雷塞布级使用的是比较少见的多体船结构，该结构能够有效减少与地面接触，以便有利于雷塞布级高速机动进行作战。而且多体船结构还有甲板面积比较大的优点，其船体前后共有3处甲板空间可部署机动战士作战，这样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雷塞布级都能通过在甲板上部署机动战士，来使自身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且雷塞布级内部还是有格纳库，这个格纳库的空间容量很大，可容纳1支作战连队规模的机动战士出击作战，特别是格纳库在前后左右都设置了出击的舱门，以便机动战士根据战况来选择合适的舱门出击作战。而有所不同的是，正面的圆形舱门专为陆战型机动战士使用，也就是巴库和拉古这种能在地面高速行驶的机动战士，这样正面出击的机动战士就能通过加速脱离雷塞布级的前进路线，以此避免不擅长地面行进的机动战士在出击了以后，因速度过慢阻碍到雷塞布级的前进路线。至于那些不适合在沙漠作战的机动战士，则通过位于中间的升降机上升到甲板上，以站桩的方式作战。其他的在舰体中间两侧还是有6个舱门，以便雷塞布级展开补给作业进行物资补充。相应的，在这个位置设置了仓库，来用于存放雷塞布级需要的补给物资。然后在格纳库正上方位置便是雷塞布级的舰桥，其内部布局沿用了宇宙战舰罗拉西亚级的舰桥设计，像比较显眼的指挥官座位都是布置在了舰桥右侧位置，包括其他11名舰桥人员的座位布局也都是跟罗拉西亚级宇宙战舰相一致，没有区别。由此可见，扎夫特在地面的作战模式仍是机动战士与宇宙战舰协同作战，也就是由出击的机动战士负责突袭抵近攻击，而雷塞布级则给予远程火力支援这样一个作战方式。因而雷塞布级的武器配置也跟罗拉西亚级趋同，为此在雷塞布级上安装了3座40厘米口径的双管加农炮，该炮输出的威力很大且射程极远，可像榴弹炮那样越过地形障碍进行取射炮击，只要获得友军单位提供相关坐标信息，就能迅速对目标给予强有力的火力打击。而在侧方船体位置还配置有10具鱼雷发射管，可作为中近距离攻击手段对敌进行打击，其作用跟海军舰艇装备的鱼雷一样，能在中近距离范围内穿过沙漠对敌进行打击。而防御方面，雷塞布级上共设置了32发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提供伞状防空支援，并且在船体左右两侧位置还内置有4座双管防空炮。当雷塞布级进入到战斗状态了以后，这4座防空炮就会展开显露出来，然后跟导弹垂直发射装置一起去防御各种来袭的导弹和作战飞机。剩下的在舰桥左右两侧位置设置了16具发射器，该发射器配备了烟幕弹、干扰弹和照明弹等多种类型辅助弹药，以便雷塞布级在战斗中应对不同作战情况。而在这些武装之外，雷塞布级内部还设置有 CIC 战情指挥中心，其运作模式跟其他舰艇的 CIC 一样，也是分成多个功能模块，由不同的舰员负责操作。这些功能模块就包括了电子战、对空作战、MS 指挥和情报信息处理等等。然后依据这些功能模块提供的信息，由副舰长来协调各个作战单位进行作战，这样就能让整支部队发挥出体系作战的巨大优势。此外，在雷塞布级上也设有舰长室，跟扎夫特其他型舰艇的舰长室相比，雷塞布级的舰长室在布局上则有所不同，其内部配备的办公桌很大，以至于沙漠之虎在自己的舰长室内调制咖啡时，在桌子上摆了很多物品都不会让人感觉到桌子十分拥挤。而除了舰长室之外，雷塞布级在这个位置还设置有舰员的居住区，其各方面的配套设施比较完善，能支持舰上人员在长期远离基地的情况下作战。因此雷塞布级就相当于是航空母舰那样的移动基地，完全能够按照作战需要进行灵活部署，从而快速将自己的作战力量投送到事发区域。虽然雷塞布级作为陆地战舰的作战能力足够强大，但是建造的数量很少，到目前为止所公布的雷塞布级相关信息仅有2艘，而这其中的首艘雷塞布级
就分配给了人称沙漠之虎巴尔特菲尔德率领的扎夫特部队。他和他的副官马丁达科斯塔以雷塞布吉为核心，就在北非地区与欧亚联盟的地面部队作战。接着在把欧亚联盟的地面部队打垮了以后，他所率领的扎夫特部队就常驻在了巴纳迪亚这一座城市，然后继续跟当地游击队沙漠黎明进行了长期的战斗。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力量过于悬殊，游击队沙漠黎明难以在正面进行对抗，直到地球联合军的大天使号空降到了沙漠之虎负责的战区，这才打破了扎夫特在北非处于绝对优势的局面。于是在进行几次正面交锋之后，沙漠之虎便集结力量与大天使号和游击队进行决战。只可惜他向扎夫特直布罗陀基地请求支援的巴库未能得到补充，取而代之的是不适合在沙漠作战的扎乌特。尽管还有2架克鲁泽小队驾驶的高达，但同样也是因为不适应沙漠环境，使得战斗力有所限制。虽然扎夫特在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天使号沉重打击，但还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逐渐落入了下风。很快雷塞布吉就被大天使号连续反击得手，最终雷塞布吉被击破，导致受损严重，从而失去了战斗力。紧接着沙漠之虎驾驶的拉古被强袭高达击破，于是这场由沙漠之虎所发起的决战最终以大天使号和游击队取得胜利得以结束。不过这艘被击破受损的雷塞布吉没有就此消失，在回收屋的罗球尔为救援沙漠之虎提供帮助之后，这艘雷塞布吉就被罗球尔回收并进行了修复。同时他还将雷塞布吉上的3座主炮进行了拆除，换上了起重用的机械臂来作为打捞船，用于展开打捞作业活动，从此不再作为陆地战舰继续用于军事用途。而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沙漠之虎对大天使号发起的最后一场战斗中，还有另一型的扎夫特陆地战舰也参与了战斗，而这一型陆地战舰便是皮特里级。该型陆地战舰的动力跟雷塞布级一样，都是通过鳞片引擎来使自身具备在陆地上行进的能力，但体积比雷塞布级要小，整个舰体全长仅为195米，其体积大小相当于海军的护卫舰，并且在造型上采用了适合高速机动的3体船结构。这个3体船结构广泛应用于水面舰艇里的滨海战斗舰，其结构特点能大大降低船体与水面的接触面积，从而有利于舰艇保持高速航行状态进行作战。而同样采用3体船结构的皮特里级陆地战舰也是如此，其在陆地行进时就像是在陆地航行的滨海战斗舰，所展现出来的机动速度要比雷塞布级快上不少。而在武装方面，皮特里级要比雷塞布级逊色一些，其中在舰艇前后2个位置各安装了1座单管加农炮，作为主炮，该炮同样也是具有射程远、威力大的特点，所发挥的作用既能为己方单位提供火力支援，也能给予敌方目标火力打击，必要时还能跟敌方大型舰体展开火力对轰。同时在舰首位置还设置了4具鱼雷发射管，主要用于在中近距离的范围去打击敌方大型目标。而在防御上，皮特里级舰桥2侧位置安装有16具导弹垂直发射装置，当来袭的敌方目标进入到皮特里级的防空范围时，就会连续发射数发导弹予以拦截。同时皮特里级在2侧副船体还设置有4座双管防空炮，其作用是作为末端防空火力，防御敌方目标靠近，跟导弹组合去防御各种来袭的目标。而且皮特里级也能搭载机动战士进行作战，在自身船体的前后2个甲板位置均可以部署机动战士，这样就跟雷塞布级一样，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皮特里级的作战能力都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为了更好的与机动战士进行协同作战，皮特里级的舰桥布局也是跟雷塞布级一样的设计，算上舰长总共12名舰桥人员编制，由这些人员来负责皮特里级的运作。当要与雷塞布级组成编队作战时，这时皮特里级就会在雷塞布级 CIC 的协调指挥下运作，由此使组成编队后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这些在与大天使号的作战中就得到了体现。这场战斗，沙漠之虎派出了3艘陆地战舰作战，除了雷塞布级之外，还有2艘皮特里级，其舰名分别是皮特里号和亨利卡特号。然而很遗憾，在穆拉弗拉达和卡加利驾驶空中霸王的连续打击之下，扎夫特这2艘皮特里级相继被击破。整个战斗过程看起来显得非常华丽，2人之间完美的配合发挥出了空中霸王强大的战斗力，就这样让这场决战的胜利天平开始向大天使号倾斜，让大天使号最终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而在这场战斗之后，仍有相当数量的皮特里级在扎夫特军中服役。在 CE73 年时，位于波斯湾北部地区的扎夫特马罕穆尔基地就有部署皮特里级和雷塞布级2号舰德斯蒙德号。
而这些陆地战舰所属的部队，正是由约阿希姆·鲁德尔所率领的扎夫特鲁德尔队。该部队曾经派遣过一艘皮特里级去攻打地球联合军位于古尔纳汉峡谷的据点，结果在皮特里级发起攻击后没多久，就被地球联合军重兵防护的洋电子破城炮击毁，连同伴随皮特里级的机动战士部队也跟着遭到全灭。后来扎夫特密涅瓦号来到了马哈莫尔基地，使得扎夫特鲁德尔队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这样，扎夫特鲁德尔队与密涅瓦号组成了特混舰队，再一次向地球联合军位于古尔纳汉峡谷的据点发起了进攻。基于上一次战斗失败的教训，在这场战斗开始前，密涅瓦号就先做好了部署，派遣脉冲高达通过秘密通道避开了洋电子破城炮的直面攻击，由此一举突破到了地球联合军的脚下，然后抓住这一机会摧毁掉了地球联合军的洋电子破城炮，从而使得扎夫特成功拔除掉了地球联合军在古尔纳汉峡谷的据点，也由此解除了地球联合军对扎夫特马哈莫尔基地的威胁。而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密涅瓦号还与扎夫特另一型陆地战舰组成编队参加了另一场战斗，而这一型陆地战舰便是扎夫特新开发的康普顿级。该型陆地战舰的最大特点，那就是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履带机动方式，以此来方便自身在沙漠以外的地形环境机动，而这就跟前面两型陆地战舰使用鳞片引擎机动的方式产生了区别，但在作战模式上仍跟前面的陆地战舰相同，也是搭载了数量众多的机动战士展开协同作战，所配备的武装较雷塞布级则有所加强。除了2座用于远距离射击的大口径双管加农炮之外，在舰桥两侧还安装了3管大口径的加农炮，其火力输出宛如战列舰的炮火一样强而有力。再加上康普顿级还配备有导弹发射装置，只要在确认目标了以后，就能在短时间内对目标区域进行大范围打击。虽然这2座3管加农炮占据了康普顿级的甲板空间，但仍能在左右两侧各部署1架机动战士，由此来加强康普顿级的进攻和防御能力。而自身的防御武装体系，则是舰体两侧的4座4管近防机炮加多组垂直导弹发射装置，其防御体系也是在康普顿级的 CIC 协调指挥下运作，通过协同各个己方单位来提升整体防御的作战效能，包括在对敌发起进攻时也是如此，基本上跟雷塞布级的作战模式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只可惜在与地球联合军的毁灭高达作战时没有占据优势，让2艘康普顿级在亚欧联盟西部城市的防御作战中，直接就被斯黛拉鲁西耶驾驶的毁灭高达摧毁，可以说完全无法在正面与毁灭高达对抗。直到大天使号和密涅瓦号相继介入到这场战斗，这才改变了这场战斗的局势，从而将毁灭高达成功击破后结束了这场战斗。紧接着没过多久，扎夫特就组织起了针对大天使号的天使坠落作战行动。于是就在大天使号向奥布进发的时候，由威拉德率领的扎夫特部队通过空中警戒管制型敌恩发现了大天使号的行踪。在此情况下，威拉德立即将自己的康普顿级投入战斗，组织属下部队迅速向大天使号展开攻击。虽然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天使号巨大压力，但威拉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兵力全部压上去，而是选择等待密涅瓦号前来支援再做进一步打算。尽管密涅瓦号加入战斗后一度让大天使号陷入到了近乎绝境的程度，但最终还是没能拦住大天使号。结果大天使号完成突破后迅速潜入到了海底，就这样成功摆脱掉了扎夫特的围追堵截。倒是密涅瓦号在最后时刻使用的洋电子破城炮攻击，差一点就给大天使号造成了致命打击。虽然有被波及导致自身受损严重，但在大天使号一系列自救操作之下，成功保全自身，完成了逃脱，让扎夫特发起的这场天使坠落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